姓名：萧良，年龄23，职业：开了一家废品回收站，平时还兼职命案现场清洁员。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警卫厅吗？因为我偷看刘寡妇洗澡。开玩笑的，她都死了10多天了，大热天割腕泡浴缸里，尸体都泡烂了，没什么看头。2个月前，平安路公交车坠河，车厢内28人，仅1人生还。30天前，清河桥倒塌，桥上42人，仅1人生还。半个月前，百花公寓楼着火，里面16人，仅1人生还。昨天就在这条街十字路口车祸，33人，仅1人生还。你猜幸存者都有谁？好像都是我。李警官，这些事故和我没关系，我出现在那里纯属巧合。你可以去黑玫瑰清洁公司查记录，那附近正好有命案现场。自己当然知道萧良说的是实话，但这个家伙实在太邪门了，2个月就出了4次门，每次出门都被卷入这级以上的诡异事件。正常人经历了这么多污染，要么死要么疯，偏偏这家伙跟没事人一样。你知道你算什么吗？算我倒霉？那确实不是，你当时在现场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比如周围的人突然变得扭曲诡异，脑海中出现抑郁，听完后有点想死也死。人之将死，形势激烈也没关系吧？都死那么多人了，血流多一点也在意料之内，骂得脏一点也情有可原了，也就声音大了点。你说想死？没有啊，我感觉自己活得挺快活。那些单独拎出来都可以摧毁一个区的诡异事件，在萧良的描述中成了普通又常见的凶案现场，而他本人没有察觉到丝毫不对劲，眼前这个表现正常的才是最不正常的。审讯的差不多了，还是放人吧。队长，我们已经挖到萧良的后院了，目前没有发现污染源，你再拖一会儿。他娘的，怎么不早说？那个萧良，我们继续。李警官，这都是合法合规的清洁工具。这是什么？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有时候血液和尸体碎片粘在地上有些难扫，只能有铁铲一点一点铲下来。这又是什么？过氧化氢，清理血迹的。这是什么粉？漂白粉，也是清理血迹的。那这个罐子里装什么的？别动它。哼，既然你这么紧张，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随便你，到时候别说我没警告你。萧良眼疾手快，从工具箱里拿出护目镜和口罩，又给边上写笔录的警员一个口罩，对方下意识接过来戴在了脸上。随着罐子打开的瞬间，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在房间弥散开来，仿佛舔了一口整个夏天没洗澡、浑身汗臭发酵的200斤大汉的腋下。李大富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发青发紫发黑，整个人都僵直不能动弹。等到那股淡绿色气体均匀消散在空气中，萧良淡定地捡起罐子，隔着厚实的口罩闷声说道：忘了告诉你，这个罐子叫做恶物箱，里面装了尸体碎块。没错，就是那个尸体泡烂的刘寡妇。因为她的手指出现诡异霉变，所以要拿到化验室去取样。哎，对了，我猜测和真菌感染有关系。李警官，你刚才吸了那么大一口，记得去医院做个肺部检查。说完，萧良便提起自己的工具箱，转身离开了房间。李队长，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先去写报告，就说萧良精神稳定，无异变情况，剩下的交给我。出了警卫厅，萧良才发现天已经暗下来了。此时红月当空，暗红色的月光倾泻下来，给世界染上一层血色。从车上下来，萧良目睹汽车离开后，转身跳上尾翼，打算从后门翻进院子。之前这种进门方式让他逮到了不少入室窃贼，所以今晚也不例外。萧良在院子里发现了一道鬼祟的身影。姬坤看到一个身影闪进院子，还以为遇到同行。兄弟，这地盘我先来的，今晚你去别处。这就是一家收破烂的，里面没什么好东西，我都准备走了。自己来的时候就发现前一波人刚撤走，以为能捡漏，结果就是个破烂地，真是吃屎也赶不上热乎。偷东西就算了，还嫌弃我穷，你小子很狂啊！不远处，一栋3层小楼楼顶，
李大富一边吸着鼻子，一边举着望远镜观察萧良的后院。旁边凑了一群人，嘴里絮絮叨叨。刚准备检查后院，但碰到了个小偷，然后我们就撤走了。他还是没出现精神波动吗？照理来说，经历了这么多场诡异事件，正常人多多少少会出现精神无缘的症状，但小梁到现在还是一点异常都没有。他值不值得我们照目？我们都在这蹲了快2个月了，脸都要发霉了。他每天要么收破烂，要么收尸块，以我女朋友的生理期都规律。什么？你还能找到女朋友？是充气的还是充电的？李大富没管其他人的牢骚，因为此时他看到有一道扭曲的黑影出现在小院外。第一集诡异靠近，所有人注意。大哥，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啥？就是四周好像没有声音了，连虫子的叫声都停了。姬坤看着出现的诡异，呼吸都要停滞。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萧良不仅不逃跑，反而握住手里的铁铲，满脸兴奋地朝诡异走了过去。喂，活爹啊，你在干嘛？大爷，你先进来再说。姬坤看着萧良笑吟吟地将诡异邀进了院子，直接湿了一片。大爷，你贵姓？刘大爷身上的触手，萧良好像完全看不见。他的嘴角挂着30度的标准微笑，还给刘大爷搬了一张断了腿的椅子。你今年多大了？这么晚还在外面找工作？65岁，今年就业形势不好，厂里很多人下岗了。没关系，65岁正是人生奋斗的关键时期。你看起来身体英朗，起码还有好几十年的事业发展期，说不定你能在80岁之前达到事业巅峰。老板，你招人吗？自己很穷的，废品回收站没什么盈利。不然也不会去兼职当命案现场清洁员。但这位刘大爷实在太可怜了，奔波在外都没时间打理自己，晒得浑身黢黑，头发也长得遮住了脸，长什么样都看不清。自己该如何向社会输出一位65岁青年劳动力？萧良沉默了很久，久到姬坤都开始走神。这年头，连高龄诡异都执着找工作，自己是不是要金盆洗手，也去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毕竟他还年轻，在牛马市场还有些竞争力。随着思维的逐渐深入，姬坤内心的恐惧渐渐消退，满脑子只剩下我也要去找工作这个念头。但是想着想着，又猛地醒悟过来，不对，自己不是立志要成为富婆的小奶狗吗？怎么突然有找工作这种没出息的念头？现在阿姨才是婚恋市场最抢手的人。谁不想傍上有钱的富婆？说不准等人家老眼昏花，将自己和继承人的名字弄混淆，泼天富贵不就来了吗？对，为了见富婆，应该找一份好工作，找富婆，找好工作，找工作，找工作。不远处3楼，一群人拿着望远镜看着萧良和诡异聊得热火朝天，其中一人忍不住出声：李队，那个小贼好像中度污染了，但萧良快和诡异交上朋友了。我看他双眼泛红，明显是受到精神污染的征兆，再拖下去恐怕要被同化了。再等等，想到了。萧良猛地一转头，准备告诉刘大爷这个好消息，却发现刘大爷此刻距离他的脸不过1寸距离，撅个嘴估计都能亲到对方。萧良下意识挥手扇了过去。自己下手好像有点重了，但问题又不在我。大爷，你知道错了没？下次别凑那么近，刚才那个距离多暧昧啊！他为自己送你对机会，怎么一巴掌就你手飞了？诡异暴走了，各单位赶紧救援。知道错哪里了吗？错哪了？诡异想不明白，他把门踹坏了，萧良都没反应，怎么他想摧毁柿子树就出事了？当年就是这棵柿子树救了我的命，不然我就饿死了。如今他结了75个柿子，我都准备好把它们做成柿子饼当晚饭了。你竟然欺负我的再生父母，还想夺了我的晚饭？你还想采柿子树？我家老头就埋在那里，你怎么敢扰乱他休息？我错了，我再不敢了，求求你放过我。嘘，别怕，只是睡一觉而已。想必老头子很高兴见到你。终于完事啊！对了，还有一个人。姬坤嘴里依旧念叨找工作，萧良直接下了个指令，让他把院子里的废品都收拾干净，自己则转身回房休息。第二天早上，姬坤从地上坐起，只觉得浑身酸痛不得劲。昨晚发生了啥来着？姬坤刚扶着腰起来，面前就冒出一个穿制服的人，救命还没说出口，他就被一群人打包带走。
萧良听到动静从屋子里出来，就看见一道挺拔的身影出现在院子里面。李警官，早上好啊！果然又是毫发无伤。昨晚诡异发狂，喷出黑烟将院子罩住，导致他们什么也没看清。等赶来支援的时候，诡异已经消失了，现场十分干净，毫无污染物残留，唯有一个失去自我的家伙在院子里勤奋搬砖。考虑到中轻度污染者能通过重做被污染后表现的刻板行为进行有效恢复，见姬坤只是想工作或是想死，便转身就走。我们聊聊。可以。档案上说，你5岁的时候，父母因为意外去世，之后在红山精神病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稳定后转入阳光福利院，后面因为福利院起火，流浪到这里，被一个收破烂的老头收养。听说你在住院期间出现了人格分裂的症状，所以能告诉我你是谁吗？哎呀，这么快就被发现了，我明明收敛了很多。巴克，我就知道。李警官别担心，我不擅长战斗，我擅长别的，你可以称呼我贤之。你会占卜？是啊，我知道你幼儿园的时候偷穿妈妈的裙子去上学，小学的时候以为男女拉手会怀孕，你哭着要对女同桌负责，初中的时候对着泳装杂志打。不要说了，快告诉我，你们不同人格之间记忆并不相通，快说。其他？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不知道，很重要。刚才你准备和我说昨晚的事情。那我长话短说，大概就是刘大爷中年失业，半夜跑来问我招不招人，被我拒绝后恼羞成怒，甚至想抢我的晚饭，挖老头子的坟，我一气之下把他埋进土里。你把诡异给埋了？什么诡异？那不是刘大爷吗？虽然长得邋遢了一点，黑了一点，没素质了一点，但你大爷就是你大爷。所以，你把刘大爷埋了，他还活着吗？你埋土里还能活？人埋土里必死无疑，诡异可不一定。告诉我刘大爷埋哪了，我想瞻仰一下他的尸体。晚了，估计刘大爷已经成了我家柿子树的化肥了。一个诡异遇土就化，还有谁家柿子树能吞噬诡异？实验室的那群家伙，要是知道了，还不得发狂？李警官，我杀人了，你不打算抓我？杀人了当然要抓，但你杀的是人吗？说不定特殊管理局还得给你发奖金。你说你把人埋在这了，人呢？你脚下那一坨黑土就是。你跟我说那么大个诡异，不，那么大个人，最后就剩这么点儿。都说了，刘大爷已经成化肥了。介意我喊人对你的后院做个检测吗？一次就好。别动柿子树和75个柿子，那是我的再生父母和我的晚饭。还有别踩柿子树下的坟，我家老头子在那里休息，其他的随意。话音刚落，一群身穿制服的家伙携带仪器涌入了萧良的后院，仿佛万事俱备，就等他这句话。他们重点关注了李大富挖的坑以及柿子树周围，落脚十分小心翼翼，生怕踩到老头子的坟，惨遭毒手。他们可没胆量直面能让地级诡异死得悄无声息的能力者的怒火。这是你杀鬼杀刘大爷的奖金，有多少？14000。哎呦，不错哦。虽然在你眼里刘大爷和常人无异，但在我们眼中他已经异变成一种失去理智的怪物。杀人和杀鬼是有区别的，你可别乱来。好吧。不是，你这是什么表情？像萧良这种杀伤力大又没有多少同理心的家伙，不抽进来，好像只会在外面危害社会。李队，这棵柿子树是污染物，但它没有污染能力，反而能吞噬诡异，将诡异变成自己的肥料。好家伙，先天吞噬诡异圣体，这个价值可大了。不仅能将其作为收容污染物的容器，还能将带有污染性的诡异埋到树下净化。如果柿子树不是萧良的禁忌，众人都想把它挖了直接带走。最后他们在超能力的作用下，如愿带走一根柿子树的枝丫和一颗柿子。临走之前，众人贴心地将后院收拾干净，挖的坑也填平，甚至修葺了一番，整个院子都焕然一新。你想赚钱吗？想。那你愿不愿意来？我愿意。不是，你都不问。我愿意。你答应的这么果断，就不怕我把你给卖了吗？人嘛，要向前看。有道理，
这是合同，你看看。这就是处理诡异的部门。没错，自从50年前红月出现，污染降临，一部分感染者成了能力者，只有消灭诡异的能力。比如你我，也有一部分感染者亦变成了诡异，他们没有理智，且携带精神污染，所过之处都是灾难。特殊管理局便是管理能力者、处理诡异事件的部门。能力者也会失控变成诡异吗？当然，每个人的污染承受范围都有一个底线，超过底线的话容易失控。所以说，能力者既是保护者，也是潜在的危险，所以你要想清楚。萧良假装思考了一会，然后在合同上刷刷写上自己的大名。你现在还在试用期，一切收入按照正式职工的70%。加入特殊管理局后，我要干嘛？影响我收破烂不？你还惦记着几斤破烂？那是谁会嫌钱多？我自己有个废品回收站，平时还兼职命案现场清洁员，现在又兼职特殊管理局，保守估计一个月能有3000块。那你还是太保守了。特殊管理局基础工资有1万，如果你解决了诡异，有额外奖金。等级最低的1级诡异有1万，低级有2万， C 级5万， B 级10万， A 级20万。随着李大富报数，萧良眼中的光芒越亮，他满脑子都被钱占据，听不到额外的事情，恨不得现在就出发找诡异。回来，你清醒着，你有脸盲，分不清诡异和人类。我建议你发现异常情况先汇报，然后再有组织下达命令，千万别冲动。明白，明白。为了你行事方便，我等会儿会给你派一位联络员，有什么事情你先和他说。一般诡异都会出现在哪里？也许在人群集聚、情绪波动大的地方，你能预见。毕竟精神污染通常指的是负面情绪，而情绪具有传染性，人多的地方是非多。既要人多，又要满足负面情绪，这不就是学校还有公司吗？还有谁的怨气比学生和社畜大？这是个概率问题，实际上你无法预测人的行为轨迹还有情绪，说不定乐观开朗的人下一秒就当街哭泣，抑郁的人突然痊愈，这些都是无法预料的事情。当然多出去走走总没错，像你收破烂和清洁工的工作是个很好的掩护，方便你在城内四处巡逻，也许能发现污染事件。喂，好，我这就回去。局里还有事，我先回去了。等会儿就有人会和你联络，你千万别一个人行动。好的。当着李大富的面，萧良乖乖应答。等人影彻底消失，他转身开始收拾东西。萧良提着蛇皮袋，背着铁铲，来到公交站台，打算坐去市中心的车。市中心那地方热闹，垃圾桶也多，不只能收破烂，还能找诡异，简直一举两得。我可真是个大聪明。萧良上车后瑟缩了一下脖子，他觉得今天的冷气开得有点足，脖子凉凉的。他转头发现车上坐满了人，只在最后一排中间剩下一个空位。萧良又去捡垃圾，过来，这里有空位。顶着所有人的目光，萧良看向后排正中心的空位，那可是公交车的核心座位，堪比龙椅，每次坐上去都有一种登基的感觉。当然，如果司机一个急刹，他就会提前向在座的各位拜年了。就在萧良犹豫之际，公交车又上来一个人。来，你不上学来这里干嘛？这座位我给萧良留的，你做什么？这座位有写他名字吗？他自己都不坐，你这么热情干嘛？谁才是你孙子？你给我滚！曾老爱幼懂不懂？这座位不是给你坐的。他身为成年人，应该爱幼。下车，我要下车。孙家宝，你立刻马上给我从车上滚下去！司机对孙大娘的话置若罔闻，公交车依旧按原速行驶。萧良觉得孙大娘似乎反应太激烈了些，但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只能低着头在旁边陪笑。好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缓解了萧良的尴尬。萧良立马同意了申请，并且给沈冰发了一个打招呼的表情。有了联络员，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找诡异了。在干嘛？准备去市中心捡垃圾，顺便看看能不能遇到诡异。萧良先生，如果你对诡异的情况没有把握，可以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形式将文件传送给我，我可以为你做出判断。太好了，以后我会实时记录我身边的事情，辛苦你帮我查看了。你看看这里有没有异常？照片一发出去，原本秒回信息的沈冰竟然沉默了一会。萧良以为对方有事没时间回复，刚准备将手机揣回兜里，沈冰发来一连串的信息。萧良环视四周，每个人在他的眼里都是人类的模样，根本看不出异常。照沈冰所说，车上都是诡异，可和他一同上车的孙家宝呢？这张照片里的人也是诡异，难怪一上车就招呼他过来坐，原来是想让他死啊！低级诡异啊，换算起来可是14000块。萧良笑眯眯地收回手机，看向车后排的祖孙俩，尤其是孙大娘，简直是情意满满。这哪里是诡异，明明是他的老 baby， 出门就给他送奖金，简直是个大好人。够了，净喜欢在外面丢脸。你看你这个泼妇样，难怪没人喜欢你。你害死了我爷，赶走了我妈，还占着我爸用命换来的钱，一分都不给我花。你才是那个丧门星赔钱货。听到孙家宝一连串的叫骂，原本伸出手还想阻止自家孙子占座的孙大娘突然动作一顿，整个人都僵持在座位上，精神肉眼可见的萎靡下去。像是感受到他的情绪，原本蜷缩在身体一边的黑色藤蔓开始向没有污染的地方蔓延，先是侵占了躯干，然后是手脚，最后钻入眼球，污染彻底完成。孙大娘不再露出阻止孙家宝占座的行为，而是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幕，面无表情。以为自家奶奶妥协的孙家宝摇晃着脑袋，十分得意，觉得自己又赢了一局。要不要救这个小子？按道理，污染管理局的人要保卫平民安全，而且我早上刚承诺要成为人类文明的守护者，将刀锋永远指向敌人。但是没良心的家伙真的值得救吗？我其实并不太了解孙大娘的家世，但显然孙家宝这个家伙都没有我这个外人知道的多。孙大娘的丈夫早年酗酒家暴，后面脑中风瘫痪，孙大娘一直尽心尽力照顾他，还将儿子拉扯大。儿子也孝顺老实，规规矩矩，长大后讨了个老婆，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孙家宝。可好日子刚起来没多久，孙大娘的儿子在参与高墙修建的时候意外身亡，工地赔了10万块。家里好不容易扶起的顶梁柱塌，儿媳妇扔下嗷嗷待哺的孩子跟人跑了，临走之前还想带走赔偿金，不过孙大娘硬气，将人赶了出去。至于她那瘫痪在床的丈夫，则死于选择题。孙大娘在重病要花钱的老头和刚出生没多久的孙子中选择了后者而已。不知道孙家宝从邻里口中是怎么了解自家奶奶的，宁愿轻信外人，也不愿用自己的双眼，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孙大娘对他的爱和关心。他至今还在为自己考上的私立高中而沾沾自喜，殊不知是孙大娘花了所有的积蓄将他送进去的。而孙家宝不仅逃学，还埋怨孙大娘霸占他父亲的赔偿金。尽管孙大娘泼辣小气，斤斤计较，但是在老城区，性格软绵的人是会被人欺负的。尤其是他们家集齐了老弱病残，在弱肉强食的环境里，只有将自己的性格锋利起来，那些猎狗才不会盯上他们。是他天生想成为一个刻薄的人吗？是生活，是每一个享受他强势性格带来好处，却依旧无所作为的家人，一步步将他拱上了这个位置。萧良看了一眼已经闭上双眼的孙大娘，转身走向司机。师傅，停车，我要下车。你也不想血溅当场吧？萧良没有理会趴在地上的孙家宝，而是继续威胁司机。开门，师傅。请乘客回到座位。快坐到座位上，快坐到座位上，快坐到座位上。这股声音仿佛带有某种魔力，原本还跪坐在地上骂骂咧咧的孙家宝站了起来，遵循众人的声音，一步一步往空位走去。师傅，你真的不能放我下车？回复他的不是司机，而是车上的乘客。黑色藤蔓操纵所有人站了起来，他们动作整齐划一，动作却如同僵硬的木偶，慢慢朝萧良靠近。刻板的声音响彻这个车厢。回座位，回座位，回座位。既然好话没用，那我也略懂一些拳脚。李大富收到沈冰消息的时候，他都快到市中心了。
没想到他前脚刚走，萧良后脚就出了门。这个臭小子果然把他的话当耳边风。从定位来看，是面前这辆公交车没错。李大富小心翼翼朝公交车靠近，他还以为会看到萧良与诡异打得难舍难分，然后他从天而降，将萧良从诡异手中救了出来的场面。可现在别说人影了，连个鬼影都没看见。正当他全神贯注寻找诡异痕迹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兴奋的声音：“李警官，你是先知，发生了什么事？”李大富没有放松警惕，枪口依旧对准了对方。萧良用一把铁铲把车上诡异都干掉。我知道这家伙虎，没想到这么彪悍。萧良应该是打完架休息去了。虽然我们记忆不共通，但是你有什么要问我的，我可以给你占卜。你脚下那个是？他叫孙家宝，还活着，没关系，他的苦日子还在后头。你为什么要披着蛇皮袋？因为先知应该身披长袍，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离我最近的只有蛇皮袋，将就一下。那你知道披上蛇皮袋后，你看起来更像流浪汉，而不是先知。你出现有什么规律吗？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出来过了。距离我上一次出现还是在精神病院的时候。精神病院是不是萧良战斗后有一段虚弱期，然后其他人格就有机会出来了？你去找我的病历本，也许会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如果你想问萧良有几个人格，我知道，但暂时不能告诉你。大概知道先知无法回答太多和萧良有关的问题，李大富只能询问公交车上的事情。先知合上双眼，将公交车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大富。诡异的本体是司机，但罕见的是公交车也被同化了。原来这辆公交车已经在岗23年，可以说运送了2代人。和他一同老去的还有司机，从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变成了中年下岗的人。我不感谢，我在这岗位已经23年了，上面领导动嘴，就要下岗。尤其是车上一群人都在吐槽这辆公交车多不方便，等了多久，无论是表情还是语气都十分嫌弃。说我也就算了，还骂我的老伙计，真是一群不知感恩的家伙。我想过只要一脚油门下去，车上所有人都死。不过马上清醒过来，甚至唾弃这样恶毒的我。奇迹出现在昨晚深夜的最后一趟车次中，我遇到了一个男人。我记得这名乘客从第一站开始便一直坐在那个位置，始终保持一个姿势，没有动作。现在终点站已经到站，而男人似乎睡死了过去，没有丝毫动静。有些担心对方身体状况的我走到他面前，轻声询问其是否需要帮助。男人这才缓缓打了个哈欠，笑嘻嘻地感谢我的好心。临走之前还指出我的烦心事，他为表感谢给了我一枚胸章，说能实现我心中的愿望。我自然是不信的，但还是收下了这枚胸章。今天早上我照常驾驶老伙计，可是每一个上车的乘客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即将到来的新车，全然不顾我感受，一边吐槽公交车多破，行驶路上多颠簸，一边低声嫌弃我古板年龄大。听到这些话的我愤怒不已，我再次冒出让这些家伙去死的念头。但距离目标还差一个人，车上还有一个座位，只要让最后一名乘客落座我就成功了。为什么你要阻止我？说完，司机诡异被萧良一铲子爆头，死无全尸。先知刻意省略了萧良的战斗过程，避重就轻地说了李大富想知道的信息。这是我在地上捡到的，我觉得你会想要这个。知道为什么司机会转化成诡异吗？就是这个胸章。特殊管理局不仅要处理诡异，还有一些让诡异威胁社会秩序的组织，心理协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潜伏在人群中，寻找那些内心充满绝望的目标，等到时机到来，就会将带有精神污染的胸章给他们，说能实现他们的愿望。本来精神已经接近崩溃的人们，受到小范围持续性的污染，会在精神到达临界值时变成诡异，如同在人群中抛下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随地可能爆发。看来李警官和心理协会打过交道，并且还吃了亏。我要走了，李警官。你还要去市中心捡破烂？我没那个力气扛，也抢不过同行。那你去干嘛？摆摊占卜。那我送你。这怎么好意思？李警官，我给你免费占卜，你把车借我开开呗。
李大富狐疑地看了一眼先知，还是让了身位。占卜什么的不重要，主要看这小子期待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养在老家的狗。狗见骨头就是这种眼神，可怜他在精神病院待了几年，根本没见过世面，想开车就开吧。想要找到你要找的人，记得在第3个巷子口左转。我都不知道要找什么人，这小子还认真算起来了，就完了。没有什么其他的提示，比如我要找的人长什么样。我看到的只有这些，信不信随你。赶紧上车吧，我还急着回去调查新米协会的事情。上车，李警官。你会开车吗？要不再开快一点？这个速度是极限了，再快我会死的。但这样有些不过瘾。不，我已经很满足。看到了没？骑电车的老奶奶都比你快。现在老年人老当益壮，青年人形如老姜才是普遍现象。我走了。好。带往哪里走？距离上一次接触人群还是在精神病院，自从治好后我就没再出现过。算了，还是随便逛逛。先知逛到天桥下，看到有瞎子在下面算卦摆摊，于是在他旁边地上坐了下来，用捡来的石块在地上刻下占卜2字，便不再管事。旁边的瞎子转头打量了先知几眼，倒也没赶他。这辈都没准备，一看就是个新来的，没啥竞争力。两人就这么和谐的在天桥下待了一个下午，没有人光顾瞎子的摊位，反倒是先知有不少意外收入。那些路过的人看见一个穿得破烂的年轻人坐在地上，身上套着蛇皮袋，一看就是个流浪汉，于是心生可怜，便扔了几个硬币给对方。至于地上的占卜2字，大家都刻意忽略了。这年头谁还信算命？浩俊的小哥哥，要不要姐姐养你啊？1个月给你50块。按照10多年前的物价来算，50块还算笔巨款。要不从了吧，50块也是钱呢，相当于萧良处理了半具尸体。这么帅气的一张脸，不得100块1个月？起步价，给不起就别来。我自己有男朋友了，他今年我18，也就比我大30岁，年轻有为。我才不喜欢穿破烂的人，其实他也没有很好看，长得一般般，他不止100块钱。真是搞笑，我10块你都看不起，我觉得你一个瞎子真的很装 X 耶。哼！先知目送对方远去，将他今日有血光之灾的事情咽回肚子里，转头看向瞎子。你怎么知道我长得很帅？你不是看不见吗？年轻人，这你就不懂了吧？干咱们这一行，顾客会更容易认可双目失明的人的专业性。这样吗？这样实在太像了。你也觉得我看起来更加靠谱了是吗？不，看起来更像一个双目失明没钱治病的可怜乞丐。你之前明明有很好的工作，5险1金，月入上万，为什么要辞职摆摊算命？你不懂，上过班后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娶了你不喜欢的人，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感觉。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有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小时候没经过社会毒打，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我升级了，变什么样了？上过班后，我想通了，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副作用的人。哦，以前上班虽然工资高，但是加班忙，没喘一口气，我都觉得下一秒会出事。于是我选择辞职摆摊。这一次属于我的鱼，我要摸回来。虽然墨镜遮住了他的双眼，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他坚毅的目光。那你呢？你年纪轻轻怎么走上诈骗？不是探索他人命运轨迹，解决生活难题，疏解心理压力，从中获得金钱报酬，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条路。因为我真的会啊。听个一句劝，干这一行越老越吃香。你才刚毕业吧，根本挣不到钱，也还有没有别的技能？我好歹也是个毕业10年的大学生，正好来给你上一下就业指导课。唉，我只会占卜，可瞎子说赚不到钱。不过没关系，萧良会的多呀。哥，其实我会杀人埋尸，还会事后清理。你要是有业务，可以介绍给我。36.5度的嘴怎么说出这么冰冷的话？妈耶，杀人埋尸还能处理现场，这是什么非社工作？倒是颤颤巍巍留下萧良的联系方式，然后缩回自己的摊位，没再和先知说话。哥哥，你会占卜吗？你
要算什么？算我今天会不会死。叫彭天乐，这是我所有的零花钱，可以请你帮忙吗？够的，够的。这小子姓郑账，连小孩的钱都骗。是不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太多，还是爸爸妈妈吵架了，或者学校的同学欺负你，叔叔不要钱，告诉叔叔，叔叔晚上拿板砖去教那些人的们。不是的。就在瞎子套话的时候，先知看到了占卜的画面。自从上小学后，彭天乐就被父母要求独自一个人睡。黑暗的房间，家具的轮廓都被勾勒成一个个怪物的形状。小孩尤其害怕自己的衣柜和床底，总觉得有怪物透过衣柜缝隙窥探他，也时常担心从床底下伸出一只干枯尖利的手。为了让彭天乐克服恐惧，他的父母特意将卧室的家具都搬出来，甚至将床也拆了下来，地板上放着床垫，这样怪物就没有藏身之处了。所有人都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直到彭天乐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了窗外窸窸窣窣的声音，感觉像是有人拿爪子划过窗户。彭天乐被惊醒，下意识看向窗户，红色的月光倾泻下来，一只像猫像人的怪物就站立在窗边，细长尖锐的爪子正在敲打他的窗户。原来是诡异，但有一个问题，我打不过呀。如果萧良在就好了。先知这样想着，突然感到灵魂出现拉扯感，他意识到自己的外出时间到了，萧良要回来了。趁着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先知拿出原子笔，匆忙在手心里写下几个字，便失去了意识。真奇怪，明明上一秒还在公交车上打地鼠，下一秒就出现在天桥下讨饭。杀100块，看来我在记忆遗失的时候又找到活了。你们俩谁委托我杀人？我不是来占卜的吗？怎么变成杀人了？之前和我说话的还是个天然呆的家伙，现在看起来更像个街头流氓。随后倒是跟萧良好些掰扯，萧良终于明白那100块钱的意义。原来是调查并解决小学生的童年噩梦啊！大爷，刚刚不小心把我隐藏业务给说了出来。怎么回事？这家伙怎么突然变脸？看起来像是要杀人灭口。刚才开玩笑呢，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你猜我信不信？你收了100块，不管是人是鬼，你记得处理干净。小孩带路，你跟过来干什么？我就想看看到底谁这么坏，欺负小孩。既然来都来了，那有事你也要一起上。要我帮忙也行，那你钱要分我一点。20。成交。碍着父母在家，彭天乐不敢带萧良和道士回家，两人只能守在楼道里等候夜晚的降临。红月升起，黑夜降临，早早就洗漱干净的彭天乐缩在沙发上，不敢回房间睡觉。最后还是爸爸生气赶人，彭天乐才缓缓挪动步子回到那个恐怖的房间。他用被子死死包裹住身体，只留下一双眼睛，也不敢闭眼，生怕下一秒怪物就会冒出来。彭天乐撑到半夜，最终敌不过睡意，缓缓合上了眼皮。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突然觉得身体有些发冷，好像有什么东西对着他的脖子往里面吹气。他被冻了个激灵，一下子睁开了眼睛。醒醒，小孩出事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喂，哥们，这是48楼。小孩，告诉我，面前的这个家伙是人不？在萧良眼里，猫头人是个弓腰驼背的阴柔男子，他没时间给沈冰发照片辨别，还不如直接问面前的小胖子。是人的话打晕叫警察，诡异的话就打死当化肥。彭天乐不知道萧良为什么这么问，但他还是颤抖着声音描述猫头人的外貌。显然我看到的和小胖看到的有冲突，小孩不宜观看，记得闭眼。彭天乐听话的闭上了双眼，他蜷缩着身子，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了听觉。可以睁眼了。我不会死了。放心吧，你下次距离死亡最近的时候，是你寿终正寝的时候。萧良说完，准备离开，抬脚刚迈出一步，发现遇到了阻力。低头一看，是彭天乐攥住了他的衣角。小孩正用一双明亮又崇拜的眼神望向自己，情绪饱满的几乎要溢出来。此时裤兜里的手机传来震动，付款宝到账14000元。这应该是公交车奖金到账啊，100块没白花哦，拜拜了，小弟弟。真是辣眼睛。怕什么？胆小鬼。是你。这女人是谁？她好像认识自己啊。
白天的事情后悔了是吧？所以又来求我包养是不是？这疯婆娘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这样我就能一铲子干掉这么个玩意儿，给柿子树窝肥。得到否定答案的萧良不再看后续消息，后退了一步，从头到脚将对方打量了一遍，有些嫌弃的开口：“就凭我俩的颜值差距，到底是你睡我，还是我睡你？你心里清楚。光是看你的这两眼，你就该给我精神损失费，离我远点。整个小区的颜值都要被你拉低了。”萧良说完拔腿就跑，他赶着回家埋尸，没时间聆听女人破防的声音。回到院子，萧良在柿子树下将蛇皮袋里的东西埋了下去，用铲子摁实土后站起身来。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东西？算了，不想了。他娘的，人怎么还不出来？是不是被孩子爸妈发现了，当成入室抢劫的人贩子给屋里超度了？李大富收到沈冰消息时，已经是后半夜的事情了。他刚刚忙完心理协会人员抓捕的事情。萧良这家伙果然有种，24个小时内干掉了3个诡异，速度堪称业内劳模。照理说墙内没有这么多诡异，但这几个月的诡异案子全让他一个人碰上，不知道该说他幸运还是倒霉。不过以萧良贪财的性子，他收奖金都要收到手软，应该会很高兴。最近诡异出现的频率确实高了很多，那些隐藏在暗处的老鼠一定在谋划什么计划。先知说对了，我要抓的人在第3个巷子口左转方向的垃圾桶里，如果不是抓捕过程中突然丢失犯人痕迹，我都不会将先知说的话当真。萧良究竟有多少个人格呢？每个人格的能力又是什么样的？先知从床上醒来，发现已经到了第2天了。看来萧良已经解决了彭天乐的问题，并且也发现自己的不对劲。今天也是一个出门的好日子。再次来到昨天摆摊的天桥，这次先知装备升级，他带了一个小板凳，不用再席地而坐。今天倒是来得有点晚，一边走还是一边打喷嚏。当他看到天桥下坐着的人，委屈值蹭蹭蹭的往上涨。昨天你就让我一个人待在楼道里吹冷风，后面还被一群黑衣人带去做了个什么污染检查，直到凌晨我才被放回家。你真没良心！虽然是萧良放的鸽子，不关我的事，但2人共居一个身体，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个人干的。倒是发泄完，朝先知伸出一只手。你还欠我20块钱。我们显然萧良答应了对方什么事情，但又要我掏钱。要命可以，要钱可不行。欠你钱的是昨天的我，不是现在的我。你应该去问昨天的我要钱。道士一听，帮忙往先知身上捶。打错人了，现在的我打的就是现在的你，享受正义的铁拳的嘛。路边来往的行人就看着摆摊的瞎子突然出现医学奇迹，当街精准暴打蒙人和盲人小哥。道士奏着奏着，发现身下人不对劲，他敏捷地从地上爬起来，然后看着面前的人缓缓直起身，脱下眼罩，一脸迷惑地打量四周。80块，你答应了的，好歹我感冒了，给个医药费也行。你什么都没干还想要钱？刚刚打我的是你吧？你应该赔我医药费。最后在道士的过程中，2人达成了和解，道士不用赔医药费，萧良也不用出钱。自己莫名出现在天桥下，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既然来了，还是去那里看看吧。你去哪？精神病院。看来这个兄弟终于知道自己有病，要去看医生了。这个不能阻止。遥想当年，我也是在红山精神病院住过4年的病人，认识了不少好朋友呢。但红山精神病院13年前因为一场大火烧成废墟，那些好朋友都散落在不同的精神病院了。今天主要探望的是一个经常请我吃苹果的老头，听说对方精神状态不大好，有痴呆的现象。你要摸摸我的宝宝吗？还是等显怀了我再来吧。现在我摸你会构成性骚扰的。精神病院的女子突然怀孕，虽然不知道其中细节，要不要替她报个警？孩子的爸爸在哪儿？节哀。到了晚上我就能见到他了。孩子爸爸变成天上的星星了？不是月亮。青青，快回来，该吃药了。她真的怀孕了？护士朝萧良摇摇头，萧良瞬间明白这是女子的幻想，那个已经变成月亮的孩子父亲估计也是假的。
萧良在找人的时候，看到一个熟人，公交车案中那个强占座位的孙家宝。没想到对方已经被污染侵袭到精神失常。坐，你怎么不坐？这里有空位，喊你坐，你怎么不坐？他这里还有个座位，快来！在孙家宝的热情下，萧良将小板凳留给了他。萧良绕过大厅，来到了目的地。当年老头还精神矍铄，在我受折磨的时候，偷偷塞苹果给我吃。如今却只能缩在轮椅上。臭小子，我在这里，年纪轻轻的，眼神就不好了，喊你不要玩手机吧。吃苹果吗？你藏屁股底下的时候没放屁吧？两人好久没见，萧良趁着护工不注意，带安老头兜风。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来看我了，是吗？最近记性不太好，总是忘记事。你是不是又找了什么危险的工作？你知道特殊管理局吗？听说里面存储了很多异常事件的档案，平时也会处理异常事务。我成了他们的员工。也许这就是命运吧。你是想调查当年的事情？当年红山精神病院大火，至今没有结案，大家死的死，逃的逃，甚至还有一些人失踪。萧良再次陷入回忆，关于医院的一切，他仍然历历在目。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比如茵茵，比如医生，也许他们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活得好好的。萧良也知道这个话题不宜再继续，重新挂上标准的30度微笑。两人慢悠悠地在走廊闲逛，迎面撞上了来医院调查的李大富。你怎么在这里？萧良，你去旁边待着，我要和他单独说几句。不要过度探索萧良的内心世界，小心释放恶魔。可是李大富还想再问什么，张了张嘴，却发现面前的老头开始装傻打瞌睡了。他无奈只能让护工带安老头回房间。顺其自然。意思是面对萧良的抽风和人格转换，让我们别管，时机到了，那些人格自然会出来。提前探索有可能会导致萧良失控，毕竟通常患有人格分裂的精神病人都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无法承受的痛苦和打击，导致逃避现实而衍生出其他人格。本来分裂者就承受了一部分污染能力，精神失控的概率比常人就多。萧良能徒手干掉这一级诡异，局里对他的危险程度评价暂时为很难想象，如果他失控了，会变成多难对付的诡异。萧良，我要派你一个任务，无论什么事情，只要钱到位，我一定能办好。事情要从昨天逮捕的人说起。今日城西冒出来个神秘机会，他们宣传污染是可消除的，并且免费发放神仙水，声称喝下去就能清除体内的污染，排除杂质。这一听就是骗子，但居住在城西的人们信了。他们本就是住在高墙边缘的人，离危险最近，穷弱苦3个字可以贯穿他们一生。如果墙外的诡异入侵，第一批死亡的就是他们。贫民窟的负面情绪也多，算是诡异的高发地。一听有能消除污染、降低感染率的东西，不管宣传的有多离谱，他们都选择相信，纷纷掏钱购买。不少人为此倾尽家财，这背后有心理协会的操作。你就住那边，离得近，你的任务就是去当卧底，调查清楚。回到城西，萧良第一时间来到村口情报处打探消息。最近诡异频发，不说之前发生的，就说最近这2天，先是下岗失业的刘大爷半夜失踪，据他儿子说是着急找新的工作，好几天没回去了，结果人没找到，特殊管理局的人找上门来，告知家属刘大爷变成诡异死了。还有我们熟悉的11路公交车，跑了20多年都没事，结果要退休的时候突然就出事了。那一车28个人，包括司机一个都没活。也不能说没有幸存者，孙大娘家的独苗不是活了吗？可那情况还不如死了，年纪轻轻就疯了，见座位就要坐，或者喊人坐，勉强说行事比之前懂礼貌多了，但人也废了。我算是明白了，原本大家对集会的事情还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因为发生了这2件诡异事件，参加集会的人突然暴增。萧良啊，听姐一句忠告，这神仙水是真的有用，
我只舔了一口，你猜怎么着？怎么着？腰不疼了，腿不酸了，连之前的关节疼痛都缓和了不少。哼，这么厉害！你也赶紧去领吧，只要参加集会，坐那儿听2个小时，你就能领一份神仙水，包治百病，还能除体内污染。免费的？当然，第一次会给你试用装，如果发现有效果的话，可以花钱购买。不过我嫌太贵了，没买。李大夫跟我说了，那神仙水就是加了维生素和葡萄糖，还有泻药的补剂，没有任何治疗效果。喝多了还会拉肚子，美其名曰排出体内杂质。精神污染需要找专业的人和仪器驱除，还不一定能驱除得了，哪里是一口水就能解决的？真这么简单，他们也不用辛苦加班加点了。哎，反诈骗宣传还得加强。那个到时候有人问你，你记得邀请人填我的名字啊，我还能额外领取2个鸡蛋。那鸡蛋记得分我1个。行。今天下午就有一场集会，萧良回到小坡院，东看西看，想准备什么东西，最后还是捡起地上的铁铲出了门。提前1个小时到达现场，他以为自己来得很早了，没想到场上已经站满了人。看来前排是抢不到了。萧良打量远处简陋的搭台，席地而坐，与旁人搭话：“大哥，你第一次来？不是，这是我第5次来了。但是新人优先，除了第1次免费领取样品，我只买到2次。我还想着给我女朋友送1瓶，所以继续参加宣讲。这么多人购买啊，居然还要抢？那神仙水多少钱？10万1瓶。啥？这么贵？10万块啊！还要处理1000个软烂脱骨的刘寡妇，或者杀掉8个低级鬼业才能买到1瓶让人拉肚子的泻药。这年头，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你轻点声，被大师听见了，万一不卖给我了怎么办？宣讲内容都讲了啥，引得这么多人买？不会是传销吧？才不是，罗大师说过，污染是由于人们的负面情绪导致的。面对这些情绪导致的欲望，我们不应该抵制或者消除，而是正视欲望，接受欲望，慢慢将欲望疏导出来，这样就可以降低污染感染率。我之前也不信，但自从喝了神仙水后，内心的浮躁还是焦虑都一扫而光，所以我不允许你诋毁罗大师。单从男人的解释中，我觉得那个罗大师好像有2把刷子。解决负面情绪的确是赌不如输，与其强行压制，不如接受。但这也不是他骗钱的理由。想到这个骗子讲2个小时就能赚上百万，我就心生嫉妒，想加入复仇者联盟，勤勤恳恳干活，穷3代，但大包天骗人富一生。此时场面已经人满为患，一个黑袍面具人出现在台上。与此同时，喧闹的人群渐渐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黑袍人身上。今天的人比前几日的人还要多，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那就是面对污染困境的人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很多。高墙阻隔了荒野的危险，但是城内仍然有诡异横行，他们带来的污染无法看到，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污染目标。为了提高我们的生存几率，消除污染是我的毕生追求，而我却能力有限，只能研发少量能够去除污染的药剂。但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所以我废寝忘食，提高产量，为大家的健康出一份力。老规矩，新人可以在左侧领取5毫升试用装50份，先到先得。另外，我制作了50份药剂，价格不变，先到先得。话音刚落，一窝蜂的人开始涌现，甚至有的人直接掏出一把钱撒向空中，企图吸引他人注意力，换取自己上前的机会。萧良被狂热的观众挤到了角落，差点就要被卷入脚下。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那个所谓的罗大师，计算他的收入。1瓶10万，50瓶，一共500万，把罗大师端了就发财了。黑袍人就站在台上，冷眼看着台下的抢夺。他突然感受到一股炽热的目光，顺势望过去。一个青年以一种狂热的视线看着自己，与他的信徒不同，这个人的眼神更像是在看某种宝贝。大师，我是第1次来听你的宣讲，我觉得你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有个问题，如果人正视并且接受欲望的话，应该顺应天命，接纳污染，为什么还要花钱驱除污染呢？接受它不更加符合你所说的意思啊？糟糕，没想到这家伙听得这么认真。
罗大师想要挣脱萧良的钳制，但没挣脱成功，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萧良的提问。这个你知道的，人的承受能力有限，如果欲望太过于庞大，超过自身承受范围，就会变异。清除体内污染，能够降低自身变异风险，这是个双方都能获益的结果。我悟了，大神，总算蒙混过去了。此时50瓶神仙水也已经售罄，罗大师看着手机里的款项，歪了歪嘴角。钱已经攒够了，自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刚才的那名狂热粉丝已经不见踪影，正好不用费心思驱赶了。大师，大师，你一定要再来，我还有钱，我可以为你接高利贷。你是谁？和罗大师什么关系？为什么被绑成这样？我叫林蛋大，是神仙水的销售。本来按照上面安排，对地方进行宣讲并贩卖神仙水，但由于利润过高，我被人盯上。如你所见，我被罗大师锁在箱子里，估计下一步就是杀人灭口了。估计是两个骗子黑吃黑的故事，而且这两个骗子背后还有组织。林蛋大看着萧良面无表情的反应，心里发虚，但又想着执事交给自己的任务，他心中升起几分勇气。你也是罗大师的受害者吗？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家伙干掉如何？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杀人埋尸的好地方。杀人埋尸，好主意。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不急，等他先停车。确定面前的林蛋大使人不是诡异后，萧良略微遗憾地退回角落。早就想骂你了，谁告诉你那神仙水是去除污染？我教的宗旨是接受污染，倾听内心欲望。竟然在营养剂里放泻药，坏我教名声，找屎啊！泻药通便怎么了？用过的都说好。区区欲望神教我还不放在眼里，有本事和我们心理协会比。我们的宗旨是瞄准苦难，制造混乱。心理协会只晓得压榨穷人的钱，而我们会关爱每一位母神的子民。屁！你们只想找到神将的载体。上次东陵城逃走的一级诡异，就是你们实验的失败品。好歹我们能制造 A 级诡异，距离 S 级只差一步之遥，而你们到现在连个 B 级诡异都制造不出来。两人打得难舍难分，互相揭露组织的丑事，而在一旁的萧良听的是津津有味，甚至还抽空给李大富发了个视频通话，让他听听现场直播。你知道前2个月前平安路公交车坠河，1个月前清河桥倒塌，半个月前百花公寓楼着火，3天前十字路口车祸，都是我们做的。我们舍弃质量追求数量，不像你们两者都没占。你刚才说的那些案子都是心理协会做的？又是他好强的压迫感。我可没忘记因为心理协会惹出的事情，被李大富抓进了局子里，浪费了整整1个下午的工作时间，让我至少少赚50块，真是该死。罗大师，身为你的忠实粉丝，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罗大师看了看萧良，又看了看散发寒光的铁铲，浑身冷汗都冒出来了。他觉得如果自己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下场就像被铲碎的石头，东一块西一块。林丹大敏锐察觉到气氛不对劲，秉承着趋利避害的原则，他果断翻身，将呆愣住的罗大师掀翻在地，然后麻利地用之前捆绑自己的绳索捆住了罗大师，甚至还贴心地留了一截绳子，绳头牵在手上，跟牵一条狗一样。哥，这绳头给你。萧良看着面前被绑成渔网状的罗大师，表情一言难尽。不用，丢人的事还是你来吧。